暴自海上来。台风是地表上能量最强大的大型灾害，每年夹带着庞大的雨量和狂风席卷台湾。如果加上西南气流的丰沛水汽，更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冲击。但是，远在台风逼近台湾以前，就有一群人在东沙群岛亲身捍卫着我们的生活。这群人的努力怎么样和我们息息相关？而先进的资讯科技又怎么样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这是属于守护的故事，守护着生态、国防、气象，以及我们的未来。资讯超级英雄，守护着国境之南。东沙环礁国家公园位在南海中央，距离高雄约450公里，以傲人的环礁生态系闻名世界。因此，在2007年成为台湾第7座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因为生态丰富，引起其他国家的觊觎。要如何防备东沙群岛被破坏，就有赖我们的国防以及资讯科技的应用。我是黄英哲，我现在正在东沙的接驳船上，准备登上1000吨级的桃园舰，去了解究竟他们如何来守护这片领土。我在海巡署巡防舰桃园舰上，将带领大家到东沙群岛，来看看这群人如何利用资讯科技，就用生态、国防、气象等方面来守护我们的国境之南。东沙群岛位于南海，距离台湾本岛457公里，在它的更南边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沙群岛。东沙岛位于国际航线的枢纽，也有丰富的生态跟物种。它的周围有中国、香港、越南、菲律宾，常常有外来的渔船越界入侵，所以我们需要有有效的驱离手段来保护我们的水域。桃园舰肩负这样的重责大任。我们会先做一个雷达摄影啊，先做一个采证。那采证确实之后，我们一定会从轻到严，也就是会先对它做广播驱离。对，那3次广播不成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的用喷水驱离。对，那一般的渔船呢，它遇到我们喷水驱离，它们就会马上离开了。那如果再不行，我们会放小艇实施登检。位于北纬20度41分，东经116度38分，航向东6洞的大陆渔船。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桃园舰广播，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止限制水域，请立即转向2拐洞离开，否则将依法驱离。out。请接张配备水炮。
这里是海巡署桃园舰的船顶上面，这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感测器。首先在我后面，圆圆的球，它是夜视镜跟热成像仪。那再来，这个杆子的上面，它就是气象资料接收器。再往前一点，圆圆的顶，这个是 GPS 的讯号接收器。除了刚刚所介绍的3个仪器之外，还有一样重要的仪器，就在我后面，它是雷达，它是船的千里眼。在地面上，我们可以根据地标、地貌知道我们的位置，但是在一片汪洋的这个大海当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航向在哪里？这时候就需要在天上忠实守护我们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那就是这个全球卫星定位仪。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北纬20度41分，在东经116度38分。那对照这边的电子海图，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刚好就在东沙岛的西方4.06海里的地方。在这个岛上的生活时间比在台湾还久，那所以对这边的环境或者是人跟人相处，都远比在台湾的亲人来得多。那所以我们对这片的环境都会格外的重视。对这些离乡背井的戍守官兵来说，东沙是他们的岗位，也是他们的寂寞。春天的大海何许而缤纷？入夜之后，海面下更是热闹，正值繁殖季的珊瑚喷放珊瑚卵，珊瑚礁鱼类则在礁石间穿梭。但这时候也是这片海域最危险的时刻。在黑暗之中，岛上的哨站无法用肉眼监控海面。雷达虽然可以侦测到有可疑的船只，但是因为天黑，无法用望远镜去观察他们在做什么。熟知地形的越境外国渔船，往往趁着此时滥捕濒危的珊瑚礁鱼，并大肆破坏珊瑚礁，让南海珍珠伤痕累累。唯一可以反制他们的，只有资讯科技的工具。当他们藏身在黑暗之中时，所有活动中的生物和机械，还是无时无刻散发着热能。热源会不断进行热辐射，用波长比可见光还要长的形式发射出电磁波，也就是所谓的红外线。红外线可以帮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不管是人员或是船只活动的精准画面。2020年，东沙将设置红外线影像系统，配备入侵侦测、警告提醒、目标自动追踪等智能技术，24小时全天候运作。东沙群岛是个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但其实它肩负的任务就是攸关我们生命安全的天气预报。从日据时期开始，东沙群岛的天气预报就是日军要南进时很重要的依据。
要预测天气，我们需要收集大量的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等资料，然后根据数学模型推导，才能判断未来的天气。除了地表气象站的量测以外，另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释放探空气球，而东沙岛就是重要的观测点。现在看到的是释放探空气球，它即将上升到30公里高空，它的下面会绑着 GPS 探空仪，它可以探测高空的温度、湿度、压力、风向、风速还有位置，透过无线的方式将这些资料传送到地面来，提供给中央气象局做分析。但探空气球一天早晚2次，能提供的资料密度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更先进的仪器剖风仪。行经南海的台风，如果从台湾的西海岸长驱直入，就会带来本岛非常严重的灾害。我们如何提早预防，来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呢？就有赖于设在东沙岛的气象站，还有最先进的剖风仪。卡梅基台风是造成台中乌日地区淹大水，居民的损失非常的惨重，还有一名妇人逃生不及，是在自家的地下室不幸溺毙了。每年5、6月都有媒体封面，媒体封面常常会夹带着比较强劲的西南气流，西南气流就往往是造成剧烈降雨，也就剧烈天气的主要原因。气象局在南海向来没有什么观测设备，只有在东沙岛地面观测设施以及南沙的地面观测设施，这些都是近年来逐步建立的，一直缺乏一个垂直方向上能够了解大气结构的探测仪器。尤其在民国97年，有个台风叫做卡梅基，卡梅基它夹带非常强的西南气流，造成台湾非常惨重的灾情。因此，在那之后，气象局就希望能够在南海建置一座剖风仪。什么是剖风仪？剖风仪基本上是一种摆在地面上的雷达，不过跟传统雷达观测的方式不同，它观测的方向是垂直，由地面垂直向上。它主要的功能是侦测从地面以上每一层高度不同的风向，这样一来，你可以了解这个大气的垂直结构，风怎么吹，风有多强。对于侦测西南气流，这是非常有力的观测工具。终于在2017年8月，气象局在东沙建置了先进的剖风仪雷达。这座雷达是一个12公尺乘12公尺的巨大平台，上面设置了256根的天线，这些天线会往天空发射电磁波。因为空气中会有一些乱流扰动，从雷达的回波可以侦测到这些变化，得知从200公尺到16公里高空每一层高度的风速和风向。那么，为什么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可以让我们得知风速、风向等资料呢？其实答案跟高中物理学过的都普勒效应有关。都普勒效应指的是当波源与观测者产生相对运动时，观测者观察到的频率和波源发出的频率并不相同。当波源接近观测者时，频率会提高，而波源远离观测者时，频率则会降低。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可以观察到都普勒效应的存在。举例来说，当我们在路上看到一辆响着警铃的警车疾驶而过时，我们可以注意到，
当警车驶近的时候，警铃的声音相当尖锐；而当警车驶离的时候，警铃声又转为低沉。警车的警铃高低变化是声波的都卜勒效应，而在东沙岛的剖风仪，则是靠电磁波的都卜勒效应，从剖风仪往空中发射出去电磁波。如果撞到空气中正在移动的微小粒子，会使得反射回波的频率有所变化。我们可以用数学方法，从这些回波频率的变化，去推算这些粒子的移动速度及方向，就可以建立整个天气系统在不同高度的风场资料。有了完整的风场资料，还要搭配气象卫星的观测资料。在台湾自制的福卫7号气象卫星升空之后，它会释放6颗微卫星，每天收集4000笔低纬度的大气层气压、气温、湿度和电离层电子浓度，大幅提高气象预报准确度和台风预测。有了在东沙岛上的剖风仪以及福卫7号气象卫星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及早侦测来自南海的台风，来守护台湾的生命财产安全。除了国防和天气预报，东沙群岛也是捍卫生物多样性的最前线。东沙群岛环礁直径约25公里，包含有礁台、细湖、沙洲、浅滩、水道及岛屿等特殊自然地貌，是标准的环礁地形，孕育了东沙群岛独特的生态系。我们本来以为是海洋研究站，后来呢，科技部说要把它扩大为科学研究站，就是不局限于海洋，包含大气，包含地科，包含生命科学等等，因为发现它事实上有那个潜力，有那个吸引力，而且的确有那些方面的研究人员。东沙群岛有着让全世界的研究团队都为之惊艳的海草床生态系，很多团队都在东沙进行不同的研究。这就是我刚刚从海里面采上来的海草，在东沙的海边，它这个礁层水非常的浅，那因为这样阳光日照充足，所以在上面的水草就生长旺盛。那水草行光合作用的时候会产生氧气，那浓密的海草在一起的时候所产生的氧气飘出来的时候会有啵啵啵啵的声音，非常的奇特。除此之外，这海草床相当的浓密，就非常适合各式各样的生物在这边生存。例如珍贵的鳞纹鲨。那台湾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在从事这相关的研究。我在做记录珊瑚产卵的时候，海水里面的有机物的组成的变化。我们就想说，在珊瑚产卵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些组成上面的会改变？因为它放出很大量的有机物质，那到底是放出怎么样有机物质？因为我们知道放出来有机物质，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那我就会利用我会的分析的方式，然后来做这个记录。
珊瑚在水底拍摄时，会因为光线、雾气、沙尘的影响，无法拍摄出原始的影像。这个问题在等一下海草床的研究也会发生。海草床生态系就是海草构成的。海草是高等的维管束生物，广泛分布在热带、温带、寒带地区都有。它生活在海域比较浅的地方，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大约在10公尺内。有些海草会比较深一点。海草因为有根茎叶，结构比较复杂，会有一些孔隙。小鱼小虾就会躲在里面，不会被掠食者发现。东沙海域丰富的珊瑚及海草生态，让海底景色十分的美丽好看。然而太阳光线会被海水及其中的悬浮物质吸收及散射，使得拍摄出来的影像看起来比较模糊，颜色也偏于单调的蓝、绿、灰等颜色。这时就需要资讯科技，例如影像处理、深度学习等技术来协助改善影像。什么是深度学习？稍后我们会加以解释。因为20几年来在东沙进行研究，都是属于珊瑚礁的鱼类或者是珊瑚的一些研究。那鲨鱼的分布其实是一个 unknown 状态，就是未知的状态。那偶尔会看到1-2只，经过我们努力之后，竟然可以看到有很大的族群，甚至300只到600只在这个东沙岛的这个沿岸海域就可以看到，甚至还有其他的鲨鱼的鱼种，比如说黑边鳍真鲨，还有一些红鱼、非死载尾红。所以整体来说，这是一个在整个渔业资源耗尽，尤其是在鲨鱼受到这个极尽的威胁，到了濒临灭种的一个海域里面，竟然有这个柠檬鲨的一个分布。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育成果，那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保育的成果来告诉国际，来告诉国人，我们台湾其实在鲨鱼保育的部分是非常的有成果的。那也可以洗刷以往我们对于这个对于鲨鱼的使用，对于这个鲨鱼的一个过度的捕捞，是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回馈作用。那因为东沙是一个环礁。那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柠檬鲨的分布在全世界里面，也大部分都是在环礁这个地方，很容易看到在环礁上面。那环礁其实你知道，它外环有一个礁，那中间可能有一些小的岛屿或者是一些礁台。那因为这样的结果可以防范很多外围的大型的这种洄游鱼类或者掠食性鱼类进入。那其实它就是有一个保护机制。东沙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外环里面就是一个西湖的。那在它的西边这个东沙岛呢，它本身里面又有一个小西湖，所以是西湖中的西湖。那这样的一个西湖中的西湖，就是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对环境的一个保护的防卫的一个区域，让普通的珊瑚礁鱼类都可以来到这边栖息。那因为很多珊瑚礁来到这边栖息，甚至在这边生育出它们的幼鱼，所以就无形的提供了很多的鲨鱼的食物来源。所以我们在猜测这些大型鲨鱼为什么会愿意回到这边，其实他们也蛮聪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西湖中的西湖。小鲨鱼在这边生长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比如说到3岁1公尺的范围里面，它都可以从容的在这边获得食物。柠檬鲨很不容易观察它的行为，这时就需要资讯科技的帮忙。研究人员在它的背上安装超音波发报器，另一方面，在西湖周边水域安装许多超音波接受器，借由分析接收讯号的强度及时间、深度等资讯，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柠檬鲨在西湖的行为以及数量。
这是一艘由中山大学机电系彭昭伟教授研究团队所设计的无人驾驶自动船。它透过船上的微电脑控制上面的机械设备，来达到自动驾驶的效果。我们可以透过遥控器或者是事先设定好的航程，在海上航行。那这样呢就不需要人在上面，所以呢可以减少船的吃水，可以把更多的容量来放仪器，适合在西湖这样子浅滩、生态敏感的环境来航行。东沙岛的西湖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系。为了要在这个特殊的环境进行研究，中山大学机电系彭昭伟教授的实验室团队就量身打造了一艘适合西湖特殊地形的研究船。这船上有一个电子系统，包含了感测、通讯与控制模组，以及进行运算及控制的电脑晶片，让研究船可以搜集位置资讯，做出决策来自动设定船只的航行。整个系统都要能够完全防水，并且和远端的电脑进行互动和资料传输，中间讯号透过无线电波传递。另外，这艘船也需要操控系统，要能够精确地控制马达或引擎以及船舵系统，让船只可以顺利地控制船速和航向。这艘无人船可以让人远端遥控，也可以搭载自动驾驶软体，自行在水面上执行任务。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无人船沿着西湖绕湖一周。那西湖这样特殊的生态环境对研究上有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当海水退潮的时候，这个海水的深度会降到1公尺以下，所以当一艘船上面有人控制，又加上仪器的时候，它吃水深就很容易触礁搁浅，造成困难。但是呢，在资讯科技的帮助之下，这些困难我们都可以一一迎刃而解。GPS 系统告诉无人船上的自动导航系统，现在坐标进行路径规划。导航系统控制马达与船舵循着航线进行，并且不断侦测真实的位置，修正路径。这样就可以在不需要人搭乘的情况下，完成绕行西湖的研究任务。GPS 是怎么定位出无人船的精准位置呢？它依靠的其实是数学几何当中的三角测量。在地球上空2万公里的高空，有24颗 GPS 卫星，分成6个轨道环绕地球飞行。当无人船上的 GPS 讯号接收器收到一颗卫星的讯号时，我们可以算出卫星和船之间的距离。以这颗卫星为球心，用这个距离为半径，画一个球体，我们可以知道船此时可能在球面上的任何一点。接着，如果有了另一颗卫星，我们也根据船与这颗卫星的距离画一个球，我们用这2个球面可以交集出一个圆圈。这时候就可以大幅缩小船的可能位置到这个圆圈上。最后，我们再用第3颗卫星，它的球面和圆圈交集在2点。因为船不可能在空中，因此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坐标，所以 GPS 系统就可以透过这个坐标定位出船的位置。但是卫星轨道、大气层、接收器等的微小变动或杂讯，有可能使得计算出来的坐标产生误差。这时，第4颗卫星的讯号就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误差。同
同样的道理，若能接受更多的卫星讯号，我们就可以达到更精准的定位。无人机、无人船以及各种海上载具，在没有地标的辽阔大海，格外需要 GPS 定位系统，才能载着我们乘风破浪。我们利用 GPS 在这小规模的西湖引导无人船，而在大规模海域则使用无人空拍机帮助我们取得大量的海面影像资料，来研究更大幅度的海洋生物生态。要对东沙海域进行大规模的研究，空拍是一个关键的技术。要对东沙海域进行大规模的研究，空拍是一个关键的技术。这是一台高效能的无人机，在它上面装了一个高解析度的摄影机。我们把这无人机放到空中去，来监视我们周遭的水域，为我们拍下一张张高解析度的照片还有影像。我们再针对这些照片和影像进行影像辨识。现在，随着资讯科技的成熟，无人空拍机成为我们探索这片大海的利器。那无人空拍机的科学原理是什么？这台4轴旋翼空拍机有4个螺旋桨，各自有着独立的电动马达，一组对角线的马达顺时针转动，另一组对角线的马达则逆时针转动。这2组马达的力量保持平衡时，可以使得机身维持稳定。在有微风的状况下，4个螺旋桨还是要各自调整出力来维持水平，不然只要稍有偏误就会摔机。无人空拍机是一个结合了感测、无线通讯、电池、飞行控制、动力输出系统等5种领域而诞生的先进工具，需要有轻量化的机体和电池，才能在空中轻松飞翔。没有无线通讯，就无法远距操控。优秀的视讯感测则帮我们记录高品质的画面。精密的距离及动作感测器可以知道机身的高低动静、倾斜速度等。而4个旋翼的微调需要透过软体程式，在微电脑晶片里进行大量的即时演算。台湾的电子资讯科技在这些领域里有很大的贡献。无人机在空中翱翔，就能够拍摄许多的珍贵画面。这些画面暗藏着许多肉眼无法判别的珍贵资讯。生物学家想要从空拍影像中找到红鱼，而红鱼是一种遭受威胁的保育类鱼种。但是光波粼粼，影像缤纷，要找到红鱼何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透过 AI 智能学习的辨识系统来解读出像是红鱼活动等资料。因为这个海洋的遥测影像，在水面上通常容易会有阳光的反射，在水底下可能会有一些礁石或者是一些沙尘，会引起一些遮蔽效应。那这种影片，那我们用肉眼去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准确的直接找到它。那因此呢，那生物学家他们希望统计影片中总共有多少只鱼出现。那所以说，我就希望可以使用电脑的方法，自动的把这个可能出现可能位置框出来，给他们当做一个参考。基本上电脑它呈现出来的结果，那我们效率上当然会比用人眼去看好很多，因为人他本身他看到结果其实是会随着他就是当时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稳定，会比较主观。那电脑它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结果，那我们的设计是希望可以尽可能把所有候选的目标全都框出来，然后减少侦测失败的数量。这个红鱼侦测题目，我们使用的是深度学习的方法，
是用区域的深度网络来达成这个风雨侦测的目的。好，那这个深度学习它属于深度学习的一块，是当今现在很热门的 AI 中，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方法。所谓的深度学习，就是让电脑模拟人脑的运作方式，进而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类神经网络。人类神经网络的运作是一个个神经元所组成，神经元的突触接受刺激，经过胞体整合之后，透过神经冲动输出给下一个细胞，层层传递。而在深度学习中，科学家用函数取代神经元，当一组数值输入，函数经过简单计算后，会输出一个数值，传递给下一个函数，就像许多神经元构成神经系统，一组组的函数就成为了一个类神经网络。因为过程经过函数层层演算，所以称为深度学习。从一开始输入的看似难以判断的原始资料，再透过精准设定的神经连接方式及函数参数，一层层的演算下来，让这些资料逐步呈现可供判断的特征。最后，人工智慧就能够告诉我们，输入的图像到底是在海中悠游的轰鱼，还是海面上的风浪，还是轰鱼移动时扰动海水的轨迹。这个过程就像是人类大脑决策的系统一样，从经验中学习，只是可以更加快速、精准处理大量的资料，符合我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需求。好，那实际上像一个侦测网络，它的基本架构就是刚才提过的，它有很多层，所谓的卷积神经网络。那实际上每一层网络中你的运算的东西，其实都是矩阵的格式。好，它当然有可能是不一定是2维的矩阵，也有可能是3维的。那当然每一层每一个位置上可能都有赋予它一个参数。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参数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随机产生，它不是我们要的。那我们准备了一笔正确的这个训练资料后，丢到网络去，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些参数都不断的让它修正，然后透过这个部分就是透过微积分像是梯度的方法，逐渐的修正，使得它的错误，我们可能会算一个错误的质量，一直降低。好，那一旦所有网络中的参数都被决定好之后，那我们的整个侦测模型就完成了。其实，人工智慧的类神经网络里面，就是实现了数学中的矩阵运算。因此，其实所谓的 AI， 基础还是建立在人类的数学能力上。中山大学资工系的学生就利用人工智慧写了一个实用的鱼种辨认 APP。妈，我看各种鱼都长得很奇怪哎，我怎么知道哪种鱼好吃啊？什么？问老板？老板会不会骗人？到底有什么鱼好吃？不然我拍照给你看。而且最近我们开发出一种 APP 会告诉你资料，然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100块，20条。好，花蟹吧。AI 告诉我有3种鱼，有斑头鱼，有秋刀鱼，还有肉鱼。那你看看要我买什么鱼？深度学习的原理也可以运用在水下影像的强化，因为水下的生物研究需要大量应用水下摄影机，但是水底下因为有许多干扰，
不管是泥沙浑浊、海水密度，或是波浪扰动造成的散射、折射，都会让影像失真，影响研究的精确度。这时候，我们同样也可以运用深度学习的原理，让 AI 去学习海水如何使影像失真。那它就可以利用这学习的成果，来将影像除雾，把画面清晰化，恢复真正的色泽。像是这组在水底的画面，经过中山大学资工系张云南教授的实验室团队，利用深度学习之后，就得到了品质非常好的水底摄影资料。同样的，高雄中学的学生黄立明以类似的概念操作影像编辑软体，也制作出海底影像强化的影片，让我们看清楚缤纷的海底世界。东沙群岛是天空、大地与海洋交织而成的诗篇，是已知和未知的交界。虽然这片平静的海域面临到各种巨大挑战，但是因为我们有着顶尖的科学家和量身打造的尖端科技，为我们守护着这颗璀璨的南海珍珠。走吧，没有分秒必争。东沙群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资讯超级英雄们能为我们守护着国境之南。路上但它有你前进，直到这有你。走吧，带着坚定眼神，感测土地